目前，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正在召開，中國外長王毅親自參加。今天，德國《時代報》對王毅本次參會做了簡短報道。大家記住啊，德國媒體、德國政府以及德國人對中國的立場，便於理解評論區的一些帖子。好，我們先看看報道。慕尼黑安全會議，中國外長呼籲歐盟加強合作。王毅在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稱歐盟為合作夥伴，在中國看來，相互依存並不構成風險。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呼籲歐盟加強合作。據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報道，王毅表示，中國與歐盟不是競爭對手，而是合作夥伴，雙方應妥善處理分歧，深化務實合作，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。王毅目前正在慕尼黑，並計劃於周六上午在安全會議上發表演講。此前，他已分別會晤了德國和法國外長。據稱，王毅在會晤時表示，歐洲的挑戰並非來自中國，相互依存也不構成風險。就在幾天前，中國對歐盟多類乳製品加徵了關稅，稅率最高達11.7%。據中國商務部稱，德國生產商也受到影響。這些關稅被視為對歐盟2024年對中國電動汽車加徵關稅的反制措施。雙方代表互相指責對方通過補貼和不公平貿易手段扭曲市場，其背景也涉及關於過度依賴中國經濟的戰略討論。為此，德國聯邦政府去年11月宣布將對中德經濟關係進行審查。好的，報道很簡短，我們現在看評論。第一條評論，披着羊皮的狼這麼說。繼續往下，這位先生可真是個人物。稀土資源的封鎖，難道是全世界憑空想象出來的嗎？再往下，這不正是當年那些讓德國幸福，從而將整個能源政策外包給克里姆林宮的論調嗎？最終卻助長了毀滅性戰爭、全球動盪和難以估量的苦難。下一則，歐盟或許曾是中國的夥伴，但中國從未成為歐盟的夥伴。中國有針對性的、由國家策劃的竊取我們的工業情報。中國不是夥伴，而是對我們經濟和我們繁榮的嚴重威脅。是時候醒悟並強力反擊了。中國的黨魁們不會理解別的語言。再往下，王毅在安全會議上的魅力攻勢聽起來像是合作夥伴而非競爭對手，但這歸根結底還是利益政治。意在讓正處於去風險化、補貼爭端和安全疑慮階段的歐洲放鬆警惕，將相互依存包裝成無害論調的人，卻閉口不談中國曾將經濟壓力用作槓桿，例如針對立陶宛，而歐盟也因此制定了反脅迫工具。只要北京同時還在維持與莫斯科無上限的親密關係，這種合作聽起來更像公關宣傳，而非建立在信任基礎上的舉動。下一則，從中國的角度來看，相互依存並不構成風險。於是呢，這位網友說，沒錯，是相互依存，但如果中國從研發、規劃、原材料到生產都掌握在自己手中，而我們只應充當銷售市場，那就另當別論了。而眼下這種情況正日益明顯，如此一來，我們便會淪為附庸。這正是當前中國用稀土和芯片對我們施壓，讓我們始終處於其掌控之下時所發生的情況。我們別無選擇，只能表面友好地表示同意，同時逐步謀求自身的獨立自主。世界正因那些權力欲極強的掠食者而分崩離析，中國就是其中之一。我們必須在他們之間找到自己的位置，而又不被撕裂，只因過去幾十年裡，我們一直相信國與國之間的友誼。繼續往下，由此可見，中國是如何看待慕尼黑安全會議的，把它當作閒聊室，每個人都在那裡自說自話。再往下，假如稀有資源掌握在我們手中，讓他們產生依賴，這位虛偽的先生就不會說這種話了。我們要盡可能不買這個國家的產品，我們既不買中國貨，也不買美國貨，哪怕要花很長時間才能找到歐洲本土制造或種植的東西。
我們也堅持這麼做，要增強歐洲的經濟，而不是那些掠奪者的經濟。看跟貼。但比較成本優勢的概念可不是這麼運作的，而這恰恰是自由貿易如此有效的根本原因。如果我們試圖把所有東西都自己生產，我們的繁榮水平將會下降。所以這不過是酒桌上的一種口號式主張。抱歉。看下一則。天哪，這種事竟然還要中國人來告訴我們！繼續往下。在某個最兇惡的勢力試圖立即消滅我們的時候，與第二兇惡的勢力進行戰略性合作，這種權宜之計是有意義的。再往下。騙子，因為安氏半導體的例子證明北京不尊重我們荷蘭的法院，這隨時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家被中資掌控的企業身上。庫卡也是一個典型案例，展示了專有技術和工作崗位是如何流失的。洪湖又回來了。下一則。這種來自例如歐洲政客的對依賴關係的充滿恐懼的嘮叨令人厭煩。自古以來，貿易就建立在此基礎上。貿易是與那些擁有自己所沒有、需要或僅僅是想擁有的東西的夥伴進行的。貿易建立在互惠和利益的基礎之上，為此抱怨是徒勞的，後者純粹是意識形態作祟，因此既多餘又有害。具體例子在此我就不列舉了。看跟貼。不過，中國在稀有資源上的貿易，與其說是貿易，不如說是配額分配。我們看下一條跟貼啊。我們畢竟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，如果一方不想把自己的商品賣給別人，那也沒有人強迫他這麼做。與我們歐洲人不同，中國願意為了開採這些稀有資源而破壞本國的環境，那麼他當然也有權決定與誰分享這些資源。好的，再往下。這條信息的接受者或許更應該坐在白宮裡。說白了就是，如果唐納德熱惱了我們，那我們就是好人。好的，下一則。當然，中國對其產品最大的銷售市場歐洲感興趣。此外，中國與歐洲之間還有一筆舊賬。歐洲人曾將這個龐大的帝國變為殖民地，這一點中國人從未忘記。我們不再想這件事了，但在中國人們記得。好的，德國知識補充：許多德國人一直堅信歐盟是中國最重要的出口市場，其實不是。對東盟的出口位居中國出口額的首位，而不是歐盟。如果真要說到誰更依賴誰，可能歐盟更依賴中國。不僅是中國的稀土，還有很多消費品、新能源產品、藥品等等，歐盟是無法自己生產的，或者要花更大的代價才能生產。沒有中國產品，歐盟的損失更大，另外還會帶來通脹。好的，繼續往下。德國對華貿易逆差高達1000億，這說明了與中國外長所言不同的事實。歐盟當然必須減少現存的依賴關係，而不僅僅是對中國的依賴。好的，德國知識點評：中國沒有強迫德國進口中國產品，是德國死皮賴臉要從中國進口呀！我最討厭這種既要又要的心態。好，下一則。如果雙方擁有共同的價值觀，那麼相互依存當然不成問題。但如果一方追求獨立，情況就另當別論了。這時就會出現一個主人和奴隸，而這正是中國的目標。通過明確的分工，中國是主人，歐洲是奴隸。繼續往下。如果目前與中國的共同點比與美國更多，例如在應對氣候變化和建立可靠的貿易政策方面，我們的政策應該以此為方向。順便說一句，中國與我們的共同點比與俄羅斯更多。俄羅斯無論給中國提供什麼，反而正日益成為中國的累贅。也許中國的政策會以此為參考，畢竟中國足夠理性。下一則。中國如何從殖民和無政府共產主義的恐怖中恢復過來？我們對此表示讚賞，但它在法律、監控技術以及近來大國政治方面的表現則令人深思。與這些強勢參與者之間的經濟依賴關係應該迅速結束。歐洲人憑借自身的條件，完全可以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開展良好且，如果他們願意，
公平的貿易。為此，並不需要那些用可疑產品充斥全球的通才。再往下，我們應該像避開美國公司一樣，對中國公司也敬而遠之。下一則，沒錯，從中國的角度看，這種依賴確實算不上什麼大風險，但對歐洲來說，這種依賴卻是巨大的。繼續往下，中國外長幾乎流露出無奈之感，他反覆呼籲多邊主義和在聯合國及其組織框架內的合作，並主張中國和其他民族也必須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。這個位置不應只是為了增加西方財富而存在，並因此遭受攻擊和誹謗。不知道編輯部為何列去了這個更重要的演講部分，反而糾纏於什麼牛奶配額。再往下看，中國和歐洲倒不必立刻就稱兄道弟，但相互靠近並確立一個可預期的方針是很有意義的。我們不該總扮演道德使徒。中國是一個即將讓美國黯然失色的強國，也是應對氣候變化的技術和產品推動者。變革正以飛快的速度進行着，至少相對於歐洲的情況而言。同是慕尼黑安全會議，德國《世界報》也報道了王毅，但是因為美國國務卿盧比奧的發言。我們來看看該報道。王毅在慕安會上回應盧比奧演講：“我們不是對手。”中國外長這樣回應盧比奧的發言。在美國國務卿盧比奧演講之後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緊接着發言，他呼籲重振聯合國，並視中國為這一切進程的合作夥伴。他警告說，絕不能允許一些國家支配其他國家。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呼籲重振聯合國，並明確反對世界上個別國家單打獨鬥的做法。根據官方翻譯，王毅沒有點名美國，但表示應該始終促進和加強多邊主義，絕不能允許一些國家支配其他國家。王毅呼籲國際社會重振和改革聯合國體制，我們沒有權利破壞它。聯合國目前的形式雖然並不完美，但仍然是世界上現有最好、最有力的工具。它是一個所有國家無論大小、貧富都能擁有發言權和平等權利的平台。王毅警告說，沒有聯合國，我們將回到弱肉強食的法則，回到強國戰勝和支配弱國的狀態。他強調，我們生活在一個多邊的世界，我們必須繼續堅持這一點，這必須主導國際關係。我們不是對手，所有國家都必須擁有平等的權利，但也必須遵守同等的規則。這適用於大國、小國和中等國家。雖然有些國家在遵守這些規則方面發揮帶頭作用是正確的，但絕不能允許其他國家強加他們的意志。例如，王毅警告說，伊朗的問題直接影響到中東，我們必須小心，我們必須避免制造新的衝突。這位外長強調，中國在所有這一切中都希望成為合作夥伴，我們不是對手。好的，最後也看看這家媒體的網民評論。第一條評論：何等的偽君子啊！當伊朗在中東進行恐怖活動時，是誰支持了伊朗？是誰支持俄羅斯以壓制歐洲，或者支持巴基斯坦以干預印度？是誰違反聯合國規則和國際裁決，在南海對較弱的鄰國進行強勢擴張？再往下，但聽起來好像中國突然要遵守巴黎協定的工業國家規則了，但也只是聽起來如此。下一則，我們不應被這種冠冕堂皇的講話蒙蔽雙眼，因為中國想要支配，但他對此避而不談，並且比起普京和特朗普的公然強勢，他更傾向於暗中進行。任何反對中國立場的人都會受到嚴厲制裁，例如澳大利亞和立陶宛。德國知識點評：朋友們，由於德國媒體持續不斷地妖魔化中國，顛倒黑白，把中國硬生生塑造成邪惡國家形象，所以德國媒體上的評論，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媒體，都大同小異，對中國可以說惡意滿滿。比如他提到澳大利亞根本就是那個無賴國家，背信棄義，完全不管契約精神，而要收回達爾文港。立陶宛這個歐洲鼻屎小國，想當馬前卒，
自不量力，讓台灣在該國開設什麼台灣代表處，所以才導致中立兩國外交關係降到了代辦級別，讓立陶宛損失慘重。而德國媒體要不就完全不提事情的來龍去脈，要麼就顛倒黑白，給他們的受眾洗腦，於是他們便認為中國在欺負這兩個國家。朋友們，真是氣死人啊！反正在這樣的國家，面對這樣的大環境，我真的一點不開心，都是些變態鬼，不是人待的地方。好的，下則。世界早已被美國和中國分割，德國和歐盟必須小心，不要在兩邊都不討好，尤其不能把美國人的最後一點好感也賭進去。盧比奧今天還說了，美國沒有歐盟也行，只是他們不希望這樣。再往下，中國如此言行一致，誰信誰上當。繼續往下，要是中國在形式上不那麼專制，現在它會比美國更有公信力。看跟帖，專制這個說法還算太溫和了，那是一個獨裁政權，例如對維吾爾人等群體的嚴重壓迫。不，中國必須被阻止。再往下，真希望能多一些像王毅這樣的演講。我們何時才能認識到我們能夠向中國人學習點什麼？跟帖，向中國學習全面監控嗎？這點我同意您，而且我們的政府會非常喜歡。繼續往下，原來這就是披着羊皮的狼的樣子啊！再往下，中國外長又在講兒童神話故事了，再發展下去，普京該成為和平鴿了。看跟帖啊，是的，有了聯合國，一切都那麼方便，這正顯示了中國真正的攻擊性。德國知識點評，朋友們啊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到德國人滿滿的惡意。再往下，中國外長強調，中國在所有一切中都希望成為合作夥伴，我們不是對手。於是這位網民說，這只是給旁觀者的一顆定心丸，但事實上我們是競爭對手，而且中國正以長遠的規劃和一切手段來對付自由世界。憑借其龐大人口帶來的規模效應，這個國家在長期中佔據優勢。西方只有一個機會，對中國關閉市場，因為中國需要這些市場來維持增長，否則他向本國人民承諾的繁榮就會落空。這樣一來，中共政權就面臨困境。再往下，王毅說的基本沒錯，但如果中國放棄對台灣的主張，肯定也有助於讓世界更安全。下一則，抱歉，中國在經濟上已經支配了我們。再往下，如果中國如此吹捧聯合國，那這恰恰是一個明確的信號，表明聯合國該被廢除了。下一則，中國總是會支配他人，這個中央之國一向如此。不同於德國的左翼綠黨，中國並不想與其他民族融合，幾乎不與鄰國，更不會與非洲人或穆斯林國家混合。因此，中國的統治方式不同，更為微妙，而不是通過實體佔領。但大家必須服從中國。好的，看下條評論。說的客氣點，聯合國就是一堆由60%不民主的國家組成的烏合之眾。這些國家還擁有否決權，還能讓伊朗這樣的國家發言，可以廢除了。下一則，聯合國已經被中國滲透，其下屬機構也是如此，例如世衛組織，必須明確地對中國說，當然是競爭對手。如果雙方都不注意，很快就會成為敵人。中國對台灣的掌控將等同於向整個西方宣戰。希望柏林也能明白這一點。再往下，真是個偽君子啊！我只想說，南海、釣魚島、台灣，還有債務陷阱，中國把贊比亞、馬爾代夫、斯里蘭卡、坦桑尼亞等貧窮國家拖入其中，然後利用他們的依賴關係來開這些國家的礦產和資源。
下一則，王毅在公開場合撒謊，中國是俄羅斯最大的支持者之一，沒有中國，俄羅斯早就完蛋了。俄羅斯對可憐烏克蘭人的戰爭也早就結束了。好的，我們看最後一條評論。可以想見，中國希望重振聯合國，因為在那裡它擁有多數相對不重要國家的支持。這些國家唯一的共同點就是想要迫使所謂的西方屈服，借助聯合國決議，就可以完美的用來對付對手和西方。當然，中國不想被標記為對手，它可能會失去最大的市場歐洲和最具創新的市場美國、日本的准入權，這不符合中國的利益。正因為如此，我們是時候該反抗了，像中國對我們關閉市場一樣，也對它關閉我們的市場。好的，朋友們，大多數評論不忍直視，德國人真是滿腦子的屎，狗嘴裡吐不出象牙。德國企業在中國數十年賺得盆滿缽滿，竟然被他們說中國對德國關閉市場。所以說，朋友們，西方人永遠不會有什麼感恩之心，因為他們只有你贏我輸的一元思維。他們理解的雙贏，那就是讓對方贏兩次。所以他們不喜歡所謂的雙贏。目前看來，西方人的腦子與中國人簡直不在一個賽道。反正我現在不抱任何幻想，雖然我住在德國，也盡量避免買德國產品，因為實在不想把錢花在惡心自己祖國的人身上。對不起，本來是一條好好的國際新聞，在德國人眼裡，現在你看竟然變成了這樣，滿腦子的仇恨中國意識形態。唉。德國人病得不輕，這樣的國家怎麼可能有未來？你們說對不對？好的，朋友們，本期節目就到這裡，我們下期見。